哇，都是单车咖啡厅。好，我们刚从市区那个圆环转过来，它那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，转过来之后，这里就开始骑了。那风突山这条路线呢，它的名称呢 ，Ventoux 就是风很强大的意思，在法文里面，也是在环法里面出现了15次的一条路线哦。所以这条路线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条很经典的路线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停车场，会有很多人是停车子在这边，然后直接从这边往上骑上去。这看起来是可以直接装水。那要前往风突山呢，在 Strava 上面是有3条路线，然后我们选的这条路线呢，是从背端这个小镇上去的，也是最多人骑的一条路线。那这3条路线里面呢，最简单的是在右边的一个叫做索村的地方那边出发。所以其实想要挑战风突山的车友们呢，可以选择说，想要从哪一条路线？那我们这次选择的就是最经典的这一条哦。然后从这条骑上去呢，总长是大概21点多公里，爬升大概是1600左右，然后坡度我看大家都是在7到10左右的坡度。大概呢就是太平山的感觉，从土场到剑崎。让我们去看看风有多大。看到车友是说会看到顶端的在哪里啊？好在，是不是在那里有云遮住了？能吧？好吧，我们加油！才刚开始。才刚开始，听说这一刚开始是最缓的啊。梦想在山脚下，感觉怎么样？梦想在山顶，好酷哦！等一下我们下山会不会就买纪念品？很有可能。And I know you're the one. Our stories just begun. I'm never gonna let you go. 那我们现在骑了6公里左右，那前一段这边呢都是缓坡，大概2到5之间，然后接下来这里应该会比较陡一点呢。有，这里应该6到8了。对，有感觉到了。我们这条路目前骑起来啊，感觉地板都还蛮平的，然后都可以看得到，这地面都有补过的痕迹，算是很好骑。在刚才骑完刚才讲的6到8趴之后呢，就是一段连续的10趴，10趴很长一段，到现在都还没结束。然后这一路上呢，真的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在骑车，我觉得可能年纪大我们1倍以上的都有。There's only one thing I know for sure. I'm never gonna let you go. 刚那一段12爬，好陡啊，好累啊！环法神山没有在开玩笑的，真的，而且这里地上好多胶啊！你看，这里是个好休息点啊，这里有垃圾。一个树下面有没有？对，现在是9公里的地方。好，很好，快一半了。对，快一半。很厉害。我们花多久时间？1个小时。很好。看看现在这一片的太阳，好热哦。虽然吹过来的风是凉凉的，但其实也是蛮晒的。对啊，很晒。我就在这里睡觉，然后你就上去再滑下来。不要。然后我又醒来说：“你现在才到啊？这么慢，我们上去吧。”我不想继续。很热，而且都没什么遮蔽耶。而且重点是，它就是一直连续的10趴，10趴，12趴，10趴，12趴，10趴，12趴。好辛苦哦，休息一下，又有气力了。来去商店吧，在1公里有商店。这个气力撑得过1分钟吗？我要这里缓一点点。有。 With your love I'll never be alone. 商店嘞，
骑在路上啊，它都会有这个牌子，然后它这里就会有写，还有7公里，然后这里是9%，然后还有现在是1352高度。Come on, baby, what you waiting for? 终于到了商店了，在15公里的地方，终于可以补给喽。现在移动时间是1个小时有45分钟，然后现在是4点，骑了15.2，现在爬升应该还剩下600公尺左右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他们这边一个很热门的一个休息点，这里唯一一个店。对，要补给的话呢，就在这里。对，看看有卖什么东西。纪念品吗？好好买的感觉哦。骑这种大山，看到这种东西，周边商品就让人非常想买了。先看吃的，纪念品。我买这个怎么背？哎，我好想买这个哦。等一下下单买啊，套套1910哎。我买很多的手套，才10块钱而已。风衣39块，然后车裤也有卖，风衣39块。哎，这里有运动 T 恤19块而已。这里还有雨衣耶，好东西耶！而且它这里还有 logo 哦。然后来看一下，它这边有卖什么吃的哦。冰淇淋也有哦。天哪，我就问这东西要怎么带下山？如果我要买个杯子可以吗？那你可以开这种。我把它放在我后面，下山大概就破掉啊。前面这一条呢，就是我们骑上来的路线。左边呢，就是从索村，从索村骑过来的话呢，就是经过这里，然后骑到这边。再上去就是丰都山的山顶。哎，等等，这苹果派好好吃啊！我觉得对，很湿哎，好浪费口水，我很不干哎。好好吃，好特别哦，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累。而且我们这样子，苹果派、瑞布跟一瓶水12欧，会在这个半山腰都没有任何其他店的地方，需要救急的情况的地方，还没有很贵，可以。你看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店，你看。就到了。好，可是这一段路超晒的。好，走，最后一段路继续前进。最后一段几公里？5公里。走。再从那个商店一开始这边骑，他还画了一条这个脚踏车的路线。这是这里的风景。I can see birds flying. 我以为这个是假的。咖啡店过来这里很缓哦。对，我看你轻松骑。对，缓很多哦。希望等一下也不要有大风啊。连驴子都可以站在路边哦。对，驴子站得很旁边哎。I want to be with you both day and night. To sit on the grass beneath the moonlight. I know that life won't last forever, but at least we can grow old together. 丰都山的最后一段这里啊，大概就是武岭的天堂路的概念。它的坡度呢不会到很陡，但就是好远看得到，但怎么骑不到的感觉。就在前面，骑不到啊，好远啊，也蛮像5分山的。When I think about all of the things that you and me could be. 哦，我们骑到这边，现在应该几乎没有比我们高的地方。好像在月球表面骑脚踏车的感觉。而且都没有树哎，光秃秃。对，然后有一点风大了哦，算是还可以。那我们在快要到山顶的最后1公里路的时候，这边呢就有一个纪念碑，他是一个选手，英国的选手，他在这边离开了，这里就会有一个纪念碑，然后大家有放一些水壶在这边。Sit on the grass beneath the moonlight.
know that life won't last forever, but at least we can grow old together. 好了，我们终于骑上来了。这边很多车友在这边停留，这里太高了啦，有最高证的啦。然后大家都在这里拍照。可是这里其实就像是5分山上面一样，差不多5分山其实让雷达站到了，圆球变成而且也是一个这样一个转弯。对，圆球一个这个这样子，然后拍照点在这里，然后还有一间苏格尼尔的店，点下来去逛。然后现在的风景有一点点小乌云。哎，你看这个，是我们刚刚骑上来的路。好可爱。那你说一下这一趟路？我觉得一开始就是缓缓的这样子，那边还很好骑，很轻松，还聊天。大概过了5K 之后呢，就大概10到15%的坡，那时候就很累。那一段呢，就是森林路段，森林路段大概持续了7公里。对，然后就到咖啡店，然后咖啡店休息一下之后呢，再来的这一段就比较缓一点了。对，这一段是月球路段。对，它就是没有遮蔽物。如果真的风很大的话，可能就很难骑。还好我们今天只是微风而已，所以算是很好骑。哇，好酷哦！我这样看下去会有惧高症。好凸哦。感觉很不错。你看这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晚餐呢，在我们住的这个饭店，它也是一间餐厅。那我们就在这边吃。它这边呢的餐厅的位置就是露天的，然后我们住的就在旁边。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羊排，一个松露意大利面。在南法这边啊，好多意大利餐厅哦，像披萨、意大利面。我点的这羊排啊，它有一个肉丸1块，羊排2块吧，应该算是2块这样。对。然后它这个炸肉丸蛮特别的，搭这个酱不错。然后它的羊排，厉害，很软，一切就断了，很好吃。对，它外皮哦是焦焦的，脆脆的，好像咬都可以听得到声音。我也要吃。我觉得你差不多可以开一个风突山旅行团了。我也觉得。不过大家如果说有想要看欧洲的哪一条路线的话呢，麻烦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就会去拍。Bonjour， 我们来逛市集。对，今天是礼拜一，难得竟然会碰到市集。而且哦，我原本以为它的占地没有很大，但结果它这边占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。原本以为只有在前面停车场而已。这市集整个感觉很特别，在南法乡村的一个市集，小镇的市集，这个感觉很不一样。然后他卖的东西也是很多种类，什么都有，很多当地人吃的东西。对啊。就像是我们平常在逛市集一样，我们就会去买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上要吃的东西。对。那像这边的话，就很多像起司啊、橄榄啊，那最多的就是水果跟蔬菜这样子。这边人卖很多起司，而且各式各样的起司都有。那像在这边的话，就是会有一些薰衣草类的东西。对。市集逛起来很舒服啊，因为它这个镇上人本来就不多。对。然后再加上游客，那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一个市集，然后不会很拥挤的感觉。在离开这个小镇之前啊，我们再来它这边有一个单车咖啡，就是在尼斯那边同一家单车咖啡店。那这条路呢，也是风突山的入口。经过这间咖啡厅之后呢，直接就是往风突山行进。可以穿啊。
牌子啊，是在法国这边还蛮有名的一个牌子。然后它这里啊，除了有一些比较竞速型的车衣之外啊，它也有一些像休闲款的，然后也有一些冬天的外休闲款的，就像这种的，比较平常可以穿，然后它后面也是可以口袋这样。然后裤子它这个也是像运动服，然后它里面是有垫子的。那这间店的老板呢，他从小就跟他爸一起骑车，但他爸喜欢骑的是公路车，他喜欢骑的是登山车。那时候他觉得说，骑登山车比较酷，他比较喜欢骑登山车。然后到后来呢，他进入了一间公司上班，但他做的并不愉快。但是那时候呢，他的老板是骑公路车，然后那间公司刚好在尼斯，然后他也那时候也会跟他老板一起骑公路车，所以后来他因为那份工作他做的不愉快之后呢，他离职了。离职之后呢，他就在尼斯开了这间咖啡厅。他觉得在法国市面上看到的自行车车衣的车款式很少，都是一般的那种车衣，比较没有像这种偏休闲款式的。所以呢，他在离职之后呢，他就创办了这一间融合了自行车跟车衣跟咖啡的一间单车咖啡厅。亚维农这个小镇，然后它这个小镇很酷哦，它有一圈的城墙，然后我们走进城门之后呢，就是在这个老城区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坐在公园这边吃个午餐。在欧洲很多这种，就是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说，这个城墙以内的呢，就是以前大家居住的地方，城堡以内的这种感觉，对，很棒，很酷，而且它城墙维持得很好。然后这个呢，是我们刚刚早上在市集买的西班牙海鲜炖饭。这一个7块钱，对，很便宜。然后他跟他要汤匙，他说西班牙人用这个啦。好了，我们在这里买好要进去看那个桥的票了，一个是5欧。在这里的另外一个景点，大家会去看的就是这座桥。Merci。它这里可以搭电梯哦，所以老人家来也是可以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叫做圣贝内泽桥。那这条桥呢，它会在亚农河的上面。那它是在12世纪建造的哦。它原本呢是连接亚维农新旧城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，但是在17世纪洪水之后呢，桥就断了，受损，然后就没有再使用。然后桥上有一座教堂。好可怕！对，不敢再过去了。好，今天是我们在南法的最后一个晚上，然后我们选了一间距离机场不会太远的一间饭店，在这边做中间的休息。然后吃个东西，那明天我们就要去机场了。这几天在南法这边玩起来，你有没有最喜欢的行程，还是最喜欢的餐厅，还是最喜欢的单车路线？我觉得在尼斯那几天啊，其实算是蛮舒服的，就是天气也很好，然后 view 也超棒，然后那边有好多条单车路线，骑起来也都是超舒服，然后景也很好。然后从尼斯骑到摩纳哥再骑回来，我也觉得那条路线超美的，然后骑起来也很舒服。然后在山顶上也有一个咖啡，可以在那边休息，我觉得蛮 chill的。然后再就是风兔山那边，我觉得真的是超酷的。那个背端那个小镇，整个就是为了公路车而打造成一个很度假的感觉的一个小镇。我觉得它的路线的难度不是到非常难，没有像武岭那么夸张。可是它那个整个单车的度假村氛围真的是很棒。在那个小镇，大家都是骑着车，然后停在路上这样子，很酷。然后一路上都听到几轮声，几轮声超酷的。对，蛮推荐。如果说有计划要骑风兔山的话呢，可以在那个小镇停留1个晚上，或者是2个晚上。对，因为其实那边有几条路线都可以去骑。然后这几天我吃到比较特别的餐厅，就是在尼斯的那个很难订的餐厅，它就是在悬崖的上面的一个餐厅，它那个鱼排就是蛮好吃的这样子，然后 view 也很棒。在尼斯的最后几天呢，那些小吃我也觉得蛮特别的，就算不是每天都吃餐厅，吃一些小吃点心这样子也是很好。那
那来到南法普罗旺斯这一区，当然是不免俗的要去看薰衣草啊。那薰衣草真的太惊人了，非常惊艳哎，非常大的一片。对，我没看过这么大片的薰衣草田，然后一片一片都是，而且它不用买票入场，它就是在路边。好，那我们这次的南法行程就到这里喽。那未来呢，我们也会继续拍更多欧洲的旅游跟单车路线的影片。那如果你们有想要看什么样类型的影片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对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